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聊聊医学史上的顶级外挂青霉素。如果你爱看谍战剧，一定听过它的另一个名字盘尼西林。假设你穿越回100年前，没有手机，没有外卖，这些都能忍，但有一件事你可能真的会慌。那时候的人类是真的脆，你在花园捡玫瑰不小心扎破了手，你在街上摔了一跤擦破了膝盖，运气不好，细菌顺着伤口进入血液，败血症随时可能发生。在抗生素出现之前，细菌是这个世界真正的顶级掠食者。根据当时欧美医院统计，严重败血症的死亡率常年在40%到60%之间波动。肺炎、产褥热、伤口感染都是高死亡风险疾病。医生能做什么？清洗伤口、切开引流、放血、祈祷，这不是夸张，这是当时医学的真实上限。直到1928年，一个名字改变了一切。亚历山大·弗莱明，1928年8月，伦敦圣玛丽医院实验室，弗莱明准备去度假。和严谨型科学家不同，他并没有把所有培养皿处理干净，而是把一批培养着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培养皿叠在角落。这看似随意的举动，后来被称为医学史上的天选时刻。但这次发现到底有多偶然？后来科学家复盘发现，想要复制这件事，需要同时满足多个极端条件。第一，精准污染，一个青霉菌孢子必须在开门的一瞬间飘进培养皿。第二，温度窗口，根据当年伦敦的气象记录显示，那段时间经历了短暂降温后回暖，这个极其关键。金黄色葡萄球菌在37摄氏度生长最快，而青霉菌在较低温度更有竞争力。那段时间的先凉后暖，刚好让霉菌抢先生长，细菌被压制，形成竞争窗口。如果一直高温，细菌会淹没霉菌；如果一直低温，两者都长不起来。第三，观察时机，大多数研究者看到发霉的培养皿，第一反应是丢掉，但弗莱明多看了一眼，他发现霉菌周围出现了一圈透明的抑菌环。那一刻，历史改变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弗莱明之前，19世纪的外科医生已经观察到霉菌可能抑制细菌，但没人在意。弗莱明真正伟大的地方，不是看到霉菌，而是说出了一句话：这可能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抗菌物质，但先别忙着开香槟。你以为弗莱明只要把这事往报纸上一发，全人类就能原地过上无限续命的好日子了？太天真了！现实的耳光马上就抽到了弗莱明的脸上。青霉素发现后的头10年，他基本上是住在冷宫里的。弗莱明发现这东西太难搞了，它极其不稳定，稍微热点、酸点、碱点，立刻就罢工，就像一个娇生养的小公主，你没法在大工厂里伺候它。弗莱明试了很久，提纯出来的量连救一只耗子都费劲。于是他在1929年发了篇论文，结果科学界反响平平，大家都觉得挺酷的，但没啥鸟用。这告诉我们一个现实：科学史上0到1很耀眼，但真正改变人类命运的是1到100的工程化。1938年，二战的阴云已经飘过来了。牛津大学的2个牛人弗洛里和钱恩翻开了那本落灰的杂志，他们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实验室奇迹变成药店真货。当时的条件多艰苦，由于打仗，英国物资匮乏到极点，他们没有现成的发酵罐，就去药店、去厨房，甚至去二手市场搜罗了几百个陶瓷便壶。没错，就是那种装尿的壶。他们用这些便壶当培养皿，大规模种霉菌。1941年，他们终于攒够了1丁点药，救了一个叫亚历山大的警察。那警察因为伤口感染，眼看就要没命了，一针下去，神迹出现了，体温降了，人清醒了。可是由于产量太低，他们甚至不得不去收集病人的尿液，把里面没代谢掉的青霉素再提炼出来打回去。即便如此，药还是用光了，警察病情反复，最终去世。这个悲剧让弗洛里明白了一件事：小规模作坊式的生产是救不了人类的。我们要的不是几支药，我们要的是工业海啸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，既然药都试成功了，英国政府干嘛不直接开几百个工厂狂造？其实答案很现实，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大轰炸。当时的英国钢材要做战斗机，化工线要做火药，制药厂很现实，你那发霉的水能不能救下被轰炸的伦敦？不能，那就往后排。第二，青霉素当时是个吞金巨兽，它的提纯率低到令人发指，为了救一个人，需要培养几百公升的霉菌液，这在实验室里是科学，在工厂里就是巨额亏损。英国的医学研究理事会当时也穷得叮当响，甚至反对为青霉素申请专利。
觉得这事儿不道德，没有专利保护，没有商业预期，在这个被炸得满地疮痍的国家，谁敢拿命去投这个无底洞？第三，技术路径彻底锁死。英国当时的化工体系还是平面培养，就是拿盘子一层层叠，想救全军，你得盖一个几千亩地的厂房，专门摆盘子。弗罗里看着窗外呼啸而过的德国轰炸机，心里很清楚，在英国青霉素只会胎死腹中，去美国才是唯一的生路。但万一飞机失事，人类这唯一的火种就灭了。于是弗洛里这帮人干了一件极其硬核的事儿，他们把珍贵的青霉菌孢子直接涂在了自己的西装衬里上，只要人还在，只要衣服还没丢，哪怕到了美国赤条条一个人，也能从衣服缝里把人类的希望给抖搂出来。这就是真正的人肉走私，走私的是全人类的命。当他们踏上美国的土地，第一件事不是找酒店，而是脱下衣服，把衬里上的孢子小心翼翼地抖进培养皿里。人类最后的希望总算是在这片没被战火烧到的土地上重新扎了根，但当时的产量依然低到让人绝望。低到什么程度？1942年，全人类迎来了一个拿命试药的终极时刻。当时有一位叫安妮·米勒的女性，她得了重度败血症，高烧昏迷，医生甚至已经委婉地让她老公去订棺材了。就在死神准备收人的时候，戴夫搞到了青霉素，而当时全美国的存货只够救不到10个人。这一针下去，打的不是药水，是当时全人类最奢侈的科技结晶。药打进去不到24小时，安妮退烧了。3天后，她居然坐在床上吃苹果了。这事儿彻底引爆了美国政府，青霉素被列为战略级军需物资。与此同时，美国科学家发现这霉菌爱喝重口味的，他们用了一种叫玉米浆的东西，这其实是造淀粉剩下的工业垃圾。结果青霉菌一进到这堆垃圾里，直接像进了自助餐厅一样疯狂发育。你看，人类的救命神药最初居然是靠着一堆发臭的工业废水给喂大的，但是产量还是不够。美军从全世界寄回泥土找菌株，结果最猛的菌株居然就在实验室门口的菜市场。一个叫玛丽的助手买回了一个发了霉的金黄甜瓜，测完后全实验室都疯了。这个甜瓜上的菌株产量是弗莱明那种的200倍。从此青霉素彻底进入了工业海啸时代，政府砸钱，辉瑞、默克这些大佬全部转产，原本酿啤酒的大罐子全被改造成了发酵缸。1943年产量只够救几百个人。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夕，产量暴涨到每月1000亿单位。这个数字意味着盟军不仅能救活前线的伤兵，甚至能阔绰到给战俘营的敌人也打上一针。在诺曼底，伤员死亡率下降到了惊人的约1%到3%。青霉素也成为了2战期间最重要的医学突破之一。很多人会问，那时候咱们中国在干嘛？说实话，那时候我们正被现实扇耳光。建国初期，我们面临的是全方位的技术封锁和战争创伤。那时候的青霉素不是药，是液体黄金。普通人家想救命，得卖房。1958年，那是中国医药史上的高光时刻，华北制药厂在石家庄投产了。我们不仅打破了国外的垄断，还开启了疯狂的产能模式。国产青霉素一出来，直接把续命外挂打成了平民标配。这不仅是药品的胜利，更是中国工业反击封锁的里程碑。从1928年那个发霉的培养皿到现在快100年了。但早在1945年拿诺贝尔奖的时候，弗莱明就留了一句神预言：如果你滥用青霉素，细菌就会进化，迟早有一天它会失效。今天超级细菌已经出现了，如果我们继续乱用抗生素，那个擦破皮就可能丧命的黑暗年代可能真的会回来。这就是青霉素，一段关于发霉的伟大传奇。我是进击的八公，你还想听哪种改变人类命运的神药故事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们下期见。